我前2天看了个纪录片，说手工鱼丸居然能做得像手打牛肉丸一样有弹性，而且汆的汤还特别鲜美，那看的可给我馋坏了。我寻我也在家做点，但是我们折腾了2天，试了好多种鱼，做出来的丸子又腥又面，都不如外面卖的那不放鱼肉的鱼丸好吃。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，说这鱼丸要想又鲜又有嚼劲，必须得用肉质紧实的海鱼，而且得是活鱼现杀。所以我去买了100多斤斑鱼，到家就给他们洗上养了。至于能不能确保每一条在收拾的时候还是鲜活呢，那就得看运气了。毕竟家里设备有限呢，只能临时拿浴缸当鱼缸用，拿老嫂当老磨使。然后按片里讲的，这鱼在处理完之后得用饭勺刮它的鱼肉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留肉的胶质，并且避开那些不想要的部位。但是我们没买着那种刮鱼肉专用的勺，就在家给饭勺开了个刃。但即便是这么锋利的勺，那鱼肉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刮，刮到最后手都抽抽了。但更绝望的是，这鱼的出肉量还特别少，160斤的鱼就刮出30多斤肉，那鱼头和鱼骨都快给我们吃吐了。天天上顿吃完下顿吃，甚至就连我们家的饮水机里都能随时打出一杯热乎的鱼汤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这些鱼蓉还得再捶打成肉泥，再放盐给它们搅上劲儿，一直搅的这样特别粘手的状态。就这么干下来，我算明白了为什么基本买不到纯手工的鱼丸。要但凡谁家动一点量产的心思，那全村一起做棺材板可能都供不上他家。不过这么做出来的鱼丸真的非常有嚼劲儿，吃起来又脆又弹牙，而且我用性命发誓，我只放鱼肉和调味料了，一点淀粉我都没放。这个鱼丸汤真的巨鲜，丸子也真的能像牛肉丸一样当乒乓球打，但就是造价高了点，这1粒鱼丸的成本都要合到8块钱了。不过这么鲜美的鱼丸汤对东北口味来讲其实有点清淡，所以我们留了一半串串了，还刷了点夜市铁板鱿鱼的那个酱做成炭烤鱼丸的。这鱼丸现在可真绝了，它原本就是又鲜又弹，现在外表烤的焦脆，然后还刷了一层酱，吃起来满嘴留香。而且我们做这个鱼丸啊，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哪怕放眼全世界，我也从来没见过谁家的手工鱼丸里能吃出这样一整片的鱼鳞的，我真是酸 Q 了。